这一期记住一句话，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说这话的人叫贾宝玉，贾府里贤育而生的那个孩子，出生时嘴里含着一块通灵宝玉，上面刻着字，整个家族的期望、惶恐、宠溺全系在这一块石头上。听到这话的人是林黛玉，她刚到贾府不满1天，还没把所有人的脸记全，还在计算每一步该怎么走。他们之前从未见面，但她说见过，而她看见他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好生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2个从未谋面的人同时认出了对方。曹雪芹在第1回已经替这件事写好了解释：1块石头，1株草，一笔还不完的债。但此刻他们还是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你在人群里看见一个人，你从未见过他，但你确信你认识他。这不是浪漫，这是一个关于记忆的问题。什么样的认出不需要任何一次相遇做前提，什么样的熟悉感没有来历。大部分小说把2个人的相遇写成起点，曹雪芹把它写成兑现，不是开始，是回应。前世埋下的那一线牵连，到这一刻终于在现实里响了一声。第3回后半段，贾宝玉从庙里回来，走进贾母的屋子，看到一个陌生女孩。他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他胡说。随后他问黛玉有没有玉，黛玉说没有。他当场把通灵宝玉摘下来摔在地上，一屋子惊慌。这场相遇从辨认开始，以碎裂告终。宝玉出场之前，曹雪芹做了2层预设。第1层是王夫人的定性，黛玉去拜见二舅母时，王夫人特意拉住她说了一番话：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疯疯傻傻。你以后不要踩他，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一个母亲管亲生儿子叫孽根祸胎，这不是日常抱怨，是盖棺定论。在贾府的评价系统里，宝玉已经被标定为不合规、不可控、无药可救。第2层是黛玉自己的预期，她在扬州时，母亲贾敏提过这个表哥，贤育而生，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围厮混。黛玉心里暗想，这位哥哥不知是怎样各被懒人物，懵懂顽童。2个成年女性从不同角度给同一个人画了同一幅像，反常、危险，别靠近。这是铺垫，曹雪芹的铺垫从来不是为了让后面的内容顺着走，是为了让后面的内容反着来。你以为要见到一个粗蛮顽童，然后你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反差才制造冲击。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抬头看，进来的不是混世魔王，进来的是一个少年公子，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曹雪芹给了一段极长的外貌描写，从头上的紫金冠到脚下的靴子，从束发的璎珞到腰间的配饰，全部是具体的器物，全部有质感。但所有器物里，曹雪芹只让一件出现了2次，向上挂着的那块通灵宝玉。这块玉是什么？是第1回那块女娲剩下的石头，被一僧一道幻化缩小，变成扇坠大小的美玉带入红尘。宝玉含玉而生，贾府视为祥瑞，贾母因此把他当命根子，另眼相看。在这个家族里，这块玉是宝玉的身份证，它标记了他的特殊性，也是他的锁链。因为有玉，所以被寄予不可推卸的期望。祖母宠他，父亲恨他，所有人围着他，全因为这一块石头。他从庙里回来，还穿着外出的正装。贾母说：“还不去见你妹妹，怎么还穿这个样子？”他下去换了衣裳，重新进来。第2次进来的装束，曹雪芹又写了一遍，从头到脚。为什么写2次？因为第1次是外出见客的面具，第2次是在家里的真实状态。2副装束比较着看，能看出哪些是制度要求他穿的，哪些是他自己选的。冠带是制度，松松垮垮的加长褂子是他自己。黛玉看着他，心里有一个反应：好生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何等眼熟到如此。他不意外，他不害怕。2个成年女性的所有警告在这一刻全部失效。她看到的不是一个混世魔王，她看到的是一个她觉得她认识的人。宝玉也看见了她，笑了，对贾母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她？”宝玉答：“虽然未曾见过她，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做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远别重逢，他用了这4个字，不是初次见面，是久别之后的重新遇见。贾母当他说孩子话，屋子里的人也当他说孩子话，但曹雪芹不是。第1回太虚幻境之前，赤霞宫神瑛侍者用甘露灌溉了一株绛珠仙草，仙草得以修成女形，说了一句话：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这是全书的底层协议，还泪不是相爱开始，
而是还泪开始。宝玉说曾见过，他说的是对的，他说的是三生石畔的那段旧事，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说对了。黛玉心里那句好生面善也是对的，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她的身体记得。两个人同时认出了对方，不是因为长相，也不只是因为缘分，是因为第一回那段前缘终于在第三回落到了人间。一块石头和一株草第一次以人的样子站到了彼此面前。曹雪芹把世界上最动人的一件事一见如故写成了前世的一声回响。你以为是心动，其实那是前世已经写好的回声。到这里，第一回的神话层第一次在现实里落地，那个还泪的框架不再是预言，它穿过太虚幻境，穿过大荒山，落在了贾母屋子里一个普通的傍晚。一句话，9个字，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认过了人，宝玉坐到黛玉身边，细细打量，问了一些话，名字，读什么书，吃什么药，然后问了一句可爷有玉没有。黛玉想了想，三春都没有玉，于是答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这话，顿时发作，摘下那块通灵宝玉，狠命摔在地上。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老石子了。满屋子慌了，丫鬟们扑过去捡玉，贾母急得搂住她哄，你这孽障，你生气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命根子，贾母管这块玉叫命根子。这个动作怎么读？表面看一个孩子的任性，你有我也想有，你没有我也不要，但别人没有这件事不是今天才知道的。三春也没有玉，从来没见他为三春摔过，他摔是因为他没有玉。今天来的这个，他认为自己曾见过的人没有玉。通灵宝玉是宝玉在贾府里的特殊标记，因为有玉，他被贾母另眼相看，因为有玉，他跟所有兄弟姐妹都不一样。这块玉划出了一条线，你和他们不同。宝玉摔玉是在砸这条线，他不要不同，他不要那个把他和他隔开的东西。如果有玉意味着跟他不是一类人，他不要。他还不知道什么叫还泪，什么叫前世，他只是凭直觉做了一个动作，取消差别，拉平距离。但这个动作还有更深一层。通灵宝玉正面刻着8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这是他的功能宣言，保护他，佑他平安，给他一个好命。他不是首饰，是护身符，是这个家族和命运之间的一份保险合同。他摔在地上的不只是一块石头，是整个家族替他安排好的命运。在第3回的结构里，黛玉花了一整天学规矩、让座、计算分寸，一步不敢错。宝玉回来一个动作摔碎，他在建设秩序，他在破坏秩序，他怕错，他专门出错。2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在同一个傍晚第一次相遇，一个被空间规训的人遇见了一个拒绝被规训的人，这是他们之间最初的张力，也是后面所有故事的起点。当晚安排住处，贾母说今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里，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碧纱橱里。碧纱橱，贾母正房里用碧色纱帘隔出的一间小室，原来住着宝玉，现在腾给黛玉。这个安排的意思是，贾母把黛玉放在了自己目力所及的最近处，不是客房，不是偏院，是贴身，像把一件易碎的东西收进最安全的抽屉。但宝玉不干，他说好祖宗，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贾母想了想，同意了。结果是黛玉睡碧纱橱里，宝玉睡碧纱橱外，中间隔一层纱，一个步步留心走了整天才找到位置的孩子，一个摔了玉还被搂着哄的孩子，2个人睡在同一间屋子里，隔着一道几乎透明的屏障。贾母的本意是保护，把没有母亲的外孙女放在最近的地方，但她同时把2个人放在了离彼此最近的距离。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或者她知道，但此刻不在意。此刻他只是一个失去了女儿的老人，把女儿留下的血脉拢在自己身边，但这个距离日后会变成一切的来源。那层碧纱隔不住声音，隔不住气息，隔不住2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长大、熟悉，再也分不开的全部过程。那层纱从第1页起就是透明的。从王夫人的警告到碧纱橱的安排，宝黛初见这半回，曹雪芹完成了一个精密的结构动作，让第1回的神话设定在第3回的现实里兑现。绛珠还泪的协议落在了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一句话上，通灵宝玉的宿命落在了那一声摔碎里，而一个花了整天学规矩的女孩和一个专门打破规矩的男孩被安排在同一间屋子、同一层纱的2侧。这不是巧合，是曹雪芹把第1回里那段看似遥远的神话轻轻放进了第3回的生活里。他们还是孩子，不懂累债，不懂前世，但那块被摔在地上又捡回来的玉已经说完了全部的话。
他连着另一个世界的约定，也连着这2个孩子此后一生无法绕开的命运。而那份约定最后要付出的，不是金，不是银，是一个人一辈子的眼泪。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她说的是实话，只是没有人信。黛玉住下了，碧纱橱里贾母的屋子暂时有了一个位置，但客这个字从第一天就跟着他。暂安置，贾母用的是暂。而在金陵城里，另一户人家正在打点行装，薛家的女儿薛宝钗脖子上挂着一把金锁，上面也刻着8个字，那8个字和通灵宝玉上的恰好是一对。当3个人凑齐的时候，金玉良缘和牧师前盟之间的选择题才真正摆上桌面。